夜色如墨，一辆出租车飞驰在马路上，戴可妮偷瞄了一眼开车的司机，忽然有点坐立不安起来。深夜里，她一个妙龄女人坐上一辆出租车上，起初并未觉得不妥，可现在这种要命的慌乱感觉却蔓延在戴可妮的脑海，令她心烦意乱，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。开出租车的司机是一名30岁左右的壮汉，相貌凶恶，光头阔嘴，络腮胡，满脸凝肉。更要命的是，通过后视镜，戴可妮不止一次发现光头司机在偷偷地观察她，嘴角还时不时地露出诡异的笑。戴可妮紧张地攥紧了手机，如果这名司机意图不轨，她会第一时间报警。有些紧张地偷偷看了一眼开车的光头司机，她小心地收回目光，放在了坐在自己身旁的那个男人身上。这个男人大概24、25岁，有点小帅，身材高大，穿了一件黑色休闲装，可他的言行举止却令人无比厌恶，只是看了第一眼，戴可妮就没有看第二眼的兴趣。这个男人手中拿着一本日文杂志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光看封面上的美女图，里面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。估计这人也是他们一伙的，戴可妮暗暗想到。10分钟后，黑车突然开到了马路旁一侧的汽车维修站。这个维修站十分的破落，黑夜里闪着几道不太刺眼的灯光，应该是一家黑店。开车的司机皮笑肉不笑地说，车子出了点问题，轮胎可能是被铁钉什么的给划坏了，你们两个先下去。戴可妮紧张地拿着手提包下车，不安的感觉越发强烈。那年轻男小心翼翼地收好书，打开车门也利落地下来了，自始至终一句话未说。不远处摆着一张八仙桌，4、5个浑身肌肉的纹身男子正在赌钱，翘着二郎腿骂骂咧咧的。几个人见到车来了，顿时停止了动作，站起身来。几人看了一眼光头男，又看了看戴可妮，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，眼中充满了异样的颜色。至于身边的年轻人，则直接被他们无视了。其中一个三角眼嘿嘿一笑，道：光头，你这次干得不错呀。那必须的，下面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如花似玉的姑娘，我都不忍心伤害呀。光头男嘴上这么说着，脸上却流露出一脸的兽性。几个纹身男子狞笑着接近，戴可妮急忙双臂护住身前，惊吓道：你们要干什么？呵呵，干什么？戴氏集团的千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收了人的钱，有人想要你的命，不过在这之前，先让我们哥几个乐呵乐呵。那个说话的三角眼男子冷笑道。啊！戴可妮听到这句话，当场呆滞，脑中乱作一团，而后傻傻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所以乖乖伺候我们，待会儿送你归西的时候，能让你好受点。三角眼身旁一个男人快步走来，手持一捆绳索，快步朝着戴可妮的冲过来。他步伐紧凑，动若迅雷，明显是一名练家子。站在黑车旁被忽视掉的秦若，惺忪的双眼露出一道惊人的目光。我可以给你们钱，我有很多钱，求求你们别这样，你们不也是为了钱吗？戴可妮感觉到自己离死亡那么的接近，连忙开口，试图用钱来挽救自己的性命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叶龙帮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你就算给再多钱我们也不能要，否则违反了道上规矩，以后生意可就没得做了。那男子听到戴可妮要给他钱，并未心动，绕了绕绳索，依然急速套来。我要死了吗？戴可妮苦笑地闭上了眼睛，美目中流下了2道泪水，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，她不禁有了咬舌自尽的冲动。喂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女人，害不害臊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充满磁性的男子声音突然从耳畔响起，而且还是这样一个大美女，你们懂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呀？戴可妮傻傻地看着眼前那个陌生的猥琐乘客，正挡在自己的面前，一只手抓着那人手中的匕首，另外一只手挡在自己的身前。戴可妮双眼顿时充满了感动。小子有2下子啊，居然能凭空抓住老子的匕首。说吧，哪条道上混的？那伙人有些惊讶，也都把目光放在了秦若的身上。
他们之前一直忽视了的这个男人，倒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高手。呵呵，你还不配知道。秦若双眼骤然释放出一丝可怕的杀机，那钢制匕首在他掌心慢慢的扭曲变形。拿着匕首的男人吞咽了一口唾沫，一副看傻了的表情。这得多大的力气呀！身后几个男人也都是惊得目瞪口呆，他们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居然这么可怕，居然徒手捏碎了匕首。回过神来，这些人赶紧拿起一旁的钢管，纷纷向秦若砸去。小子，路见不平也要分时机，去死吧！光头男子犹如棕熊一般大步走来，大手握着一根长长的钢管，狠狠地向着秦若的脑袋砸去。只要被砸到，别说是人脑袋，就是铁脑袋都要砸得凹下去。秦若冷笑了一下，一脚踹飞面前这个男子。不等那男子惨叫，他即刻转身，钢管从胸前落下，带起了一阵破空的呼啸声。秦若却神色未变。光头男内心一惊，居然如此轻易的就躲过了自己的一击，不由得内心无比谨慎了起来。而对面的秦若双眼淡淡杀机弥漫，光头男只要稍微看一眼都吓得浑身发软。好可怕的杀气！此人必定杀过人，而且不止一个，否则无法凝聚成如此可怕的杀气。杀过人的人是很难掩盖身上凶杀气的，想要摆脱这种状态，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随着时间慢慢褪去，另外一个则是继续杀，杀人如麻，杀到自然，杀到跟喝茶吃饭一般简单。到这种程度，杀气就会跟自身的情绪融合一起，收放自如。这个年轻黑休闲装男子无疑达到了这种地步，之前坐在车里一丝杀意都未察觉。而此刻那股汹涌如洪水般的杀气笼盖自己全身，光头男顿时胆怯了。就在光头男子错愕失神的瞬间，秦若已经动了，身如离弦之弓，闪电般出手，出拳速度中还带着可怕的破空声，犹如炮弹一般击出。拳头砸在了光头男子的脸上，脸部瞬间错位，鼻梁骨茎直粉碎。凄厉地惨叫了一声，光头男就如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，生死不知。后面几个男子五指死死地捏着钢管，额头上布满了畏惧的汗水，看怪物一般的看着秦若，根本不敢往前再挪动半步。秦若冷笑一声道：还不快滚！这些人并不是他的敌手，秦若不想下杀手，只是教训一二即可。是。几个纹身男立即扔下手中的钢管，逃窜一般的离开了维修站。遇到这种高手实在太可怕了。你没事吧？秦若看着一旁的这位美女，借着灯光终于看清楚了这女人的容貌，不由得暗暗赞叹。眼前这个美女约25、26岁，拥有绝美的容颜，一头齐肩长发柔顺地披在肩膀上，精致的五官，微微湿润的饱满红唇，惹得人心神颠倒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戴可妮虽然不喜欢眼前这个男人看自己时的眼神，可不可否认他刚才出手救了自己。小事一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秦若对于救人之事看得有些随意，目光依然停留在女人的身上，观赏似的上下打量着。戴可妮，你呢？叫什么？做好事不留名，叫我雷锋就好了。还有你的名字真好听。秦若一本正经说。听人秦若的回答，戴可妮顿时扑的笑出了声来，道：雷锋才不像你这样不怀好意的盯着人家看呢。秦若无耻的继续道：我是新世纪的好雷锋，做好事不会写在日志里的。戴大美女的笑点很低，听到秦若的话后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差点笑才岔气。拍了拍高耸的胸脯，对着秦若道：你可真有趣。对了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秦若摇了摇头道：不知道，我也是刚从外地来滨海。那怎么办啊？这个点肯定等不到车了，就算等到我也不坐。戴可妮如今对出租车起了一种莫名的畏惧感，如果不是遇到这个雷锋，恐怕他已经死了。无形之中，戴大美女对秦若产生了一点半点的依赖，可很快随着秦若下面这句话，这点依赖立即烟消云散。要不我背你回去？去死！
开着刚才那帮小混混的出租车，秦若就带着戴可妮向着滨海大学驶去。路上通过聊天了解到，原来戴可妮的身份是一名大学的教师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大学老师。戴可妮的实力和外表是一个级别的，秦若对她的直观印象非常好。1个小时后，滨海大学到了，由于天色已晚，学校是进不去了。好在学校周边宾馆酒店不少，都是等待着准备释放青春活力的大学男女们。把车停在了一家正规酒店的门前，两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，戴可妮就下车走向酒店，临走前摇手对着秦若拜拜。秦若欢快地哼着歌，刚刚回国就认识了这么一个极品美女老师，心情真是不错。开着车子继续驶去，一路走来，发现四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由得惊讶道：这个城市变化真大，没想到这么快7年就过去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车子开到了一条破旧的老街，这里是这座城市唯一保留着上世纪古老建筑的地区。不过这里的人们和建筑一样落后，普遍收入都不高。四周都是破旧的电线杆，上面贴满了各种小广告。随意望去，旧房、危楼、坑坑洼洼的水泥路，是这座城市管理者眼中永远的污点。可这些在秦若这种人的眼中，却代表着另外一层含义，那就是怀恋。又朝前开了一阵，来到一栋豪华别墅前，秦若微微自语，终于回家了。走了这么久，眼前这个地方始终未变，这让他心中多多少少有点惊喜。随手把车停在一旁，秦若打开后备箱，把行李箱拿了出来，有些复杂的凝望着眼前这栋别墅。这是秦若父母临走前给他留下的唯一遗产，熟悉的感觉渐渐涌来。掏出大门的钥匙，缓缓推开门，里面一股灰尘扑鼻而来，秦若用手蒙住了鼻子。打开灯，看向四周，墙壁角落到处都是蜘蛛网，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灰尘，这是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样子。别墅很大，是一座3层现代化别墅，后面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。这么大的房间，在如今繁华的滨海，绝对可以卖出不低于5000万的价格，就算在 C 区也是凤毛麟角。一个人跑上楼，把所有房门打开通风，忙手忙脚的弄了几小时，终于有了家的样子。惬意的躺在1楼客厅的沙发上，秦若面前摆放着一个血红色的笔记本电脑，正在看新闻。笔记本外壳有着一头血狼的图案，很是绚丽。熟练的数落了48位中英文组合密码，屏幕上顿时出现了一头狰狞巨狼，呼啸的从战场奔袭而来。很快电脑界面就打开了，轻而易举的破解了周围的无线网。秦若悠然的品了一杯咖啡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，秦若看了一下上面的联系人，露出了一丝笑容，接过道：喂，晚上好。晚个屁啊，老大，我们这边都是早上了。不是我黑熊鄙视你，你这老大一声不响的就开溜了，整个血狼都炸开锅了，你说搞笑不搞笑啊？听到黑熊的抱怨，秦若才知道自己和黑熊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时区了，不咸不淡的回答道：黑熊，你小子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有你们这群小兔崽子在，血狼肯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，就当给我度一个假。那边讪讪一笑，随后道：对了老大，你既然回国了，那么不妨给咱们找一个嫂子吧，全世界的姑娘咱们都见识过了，可最好的还是咱华夏姑娘啊。这才像句人话。秦若微笑着挂断了电话，端起了一杯咖啡，随意扫着电脑上的新闻，看了片刻后便感到索然无味。一想到自己拥有这么大一座房子，至今还是单身，秦若也觉得自己有点不可饶恕，太憋屈了。眼看25、6的年纪，找个女人才是正经事，秦家传宗接代的担子自己要扛起来呀。随手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招租广告，内容如下：本人是一枚人见人爱花见花，开车见车爆胎，充满正义感的超级无敌大帅锅。现 C 区淮河古街有一栋豪华3层别墅，带露天游泳池，诚意招租，价格面谈。年龄18岁至30岁之间，男女不限，美女减半。当然，如果是男人来，秦若一定会拒绝的。第二天一早，
秦若是被楼下那震耳欲聋的敲门声给吵醒的。她穿着一条花色沙滩裤，上面是一件黑色背心，露出强健的体魄，胸口纹着一头血色狰狞巨狼。由于穿着背心只露出狼头，可依然令人感到心悸。秦若惺忪地睁着眼睛打开了别墅大门，眼前的人突然令她睡意全无。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黑色翻领小西装的女人，长长的头发被绑成马尾垂在白皙的脖颈边，虽然是职业装，但是却给人一种内外不一的稚气。而且看到那张故作傲气的冷脸之后，秦若顿时有些忍俊不禁了。女人问道：你是这栋别墅的房东？可当她看到是秦若渐渐下意的目光时，不由得哼了一声，冷冷道：你的狗眼朝哪里看呢？秦若尴尬地把目光移开，吞咽了一口唾沫，道：是的，美女，你要租房吗？1分钟之前有这个准备，现在没兴趣了。美女白了一眼秦若，便要转身离开。见到这幕，秦若直接郁闷了，心叹国内的女人还真够保守。美女，你别介意，我这个人眼睛有时候不太老实，有时候不容易控制。秦若嘴上说着，目光又飘向了别的地方，眼前这美妞不能放过，绝对不能。女人转过身来，精致的脸颊如铝箔霜，避开了秦若的眼神，冷冷道：你这边价格是多少？里面谈。秦若一脸笑容地说道。翘着2郎腿随意地坐着，秦若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。我对美女从来没有看走眼过，只可惜面前这位表情太做作了，明明有着一颗童心，却故意这样冷淡，挺破坏气质的。麻烦你别用这种目光看我，好吗？夏飞轩冷冷说道。这个猥琐的房东自始至终目光都没有从自己的身上移开过，一会儿盯着这里，一会儿又看那里，来来回回的，夏飞轩内心的火焰要被点燃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祖国的女人太漂亮了，我只想多看几眼而已。秦若实话实说道。你刚从国外回来？夏飞轩疑惑地问道。秦若点了点头，不想谈这个问题，越过去道：好了，我们开始谈正经事吧。你觉得我这栋别墅如何？夏飞轩环顾四周，精美的装修，豪华至极，表情虽然冰冷，可是美目的眼神却是出卖了他，很喜欢。很好，他实在找不出任何的毛病。这种别墅如果在市区，一间1个月起码1万多的房价。秦若慢条斯理的道。这里是 C 区。夏飞轩道，把 C 字咬得很重。对，就算是 C 区，这种房子也是凤毛麟角，这么大的别墅，价格也绝对不可能低于5000。秦若并不妥协，他并不缺钱，他喜欢看女人露出那种想要和自己争论的表情。太贵了，最多3000，否则我就去找别家。夏飞轩做出起身的表情。这里有露天游泳池。秦若笑着道。听到游泳池，夏飞轩激动地抓着秦若的手臂道：带我去看。一看到自己动作，夏飞轩难得露出一丝羞涩的表情，迅速地放下了手。秦若起身，带着美女来到后面，眼前一个巨大的露天游泳池出现在女人的面前。看着夏飞轩脸上的激动惊喜表情，秦若知道这个美女绝对上钩了，正在慢慢落入进自己的不设的圈套内。5000太多了，能不能少一点？夏飞轩开始委曲求全，冰冷的气质也烟消云散。这地方他很喜欢，跑了许多地方，就这里居住条件最好。4000，最少4000，不过这栋别墅最低是以半年为期限出租的。秦若说道。面前这个美女他一定要留下来，光看着就赏心悦目，如果能发生一点超越房东房客友情的事，秦爷倒贴都行啊。那也要24000啊。女人愁色道，她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身上的钱包被偷了，就还剩一张存款不多的银行卡。这样吧，作为我第一个房客，给你打个折凑个整，就出2万吧。秦若道。能不能再便宜一点？夏飞轩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秦若，他卡里只有1万。美女，实在不能再低了。秦若一脸无奈地说道。
你觉得我是美女吗？夏飞轩突然问道。秦若突然觉得不妙，但还是狠狠打量了一眼夏飞轩，火爆的身材，模特的身高，女神的脸颊，还有那种无法言喻的气质，重重点了点头道，是。那就对了。夏飞轩脸上露出狡黠的神色，缓缓道，房东你在网上发布帖子的时候，明文条款的写着美女房租减半，你可不能赖账啊。秦若一听，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，不是说女人都是胸大无脑吗？眼前这个小娘皮脑袋为什么这么机灵？最后秦若只好咬牙点头道，好吧。夏飞轩笑得就跟小狐狸一样狡黠，内心对秦若印象好了不少起来。可转头发现他目光又不老实了，不由得银牙暗咬，男人真是没一个好东西。不过此时还不能把他得罪，夏飞轩说道，还没有问你名字呢。我叫秦若。我叫夏飞轩。秦若住在3楼，夏飞轩自然而然地选择了2楼。看到自己的房间，夏飞轩脸上写满了激动的表情。第一次租房子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，很让他开心。对了，你的东西呢？不会就空空2手吧？秦若道。夏飞轩羞涩地低头道，我什么都没带。秦若大惊道，钱带没？夏飞轩炫耀一般的拿出了手中的银行卡，美目再看向秦若充满了鄙夷，真是见钱眼开的败类。为何长得这么一副英俊外表，内心却是如此？难道帅男人都是这样吗？只不过自己付了房租，好像1分钱都没有了。那就好，走，我们去办理租房手续吧。秦若说道。夏飞轩跟着秦若后面，一路无话，回来后已经是晚上了。秦若一个人提着菜篮子去市场买菜了，至于夏飞轩则是去找工作去了。秦若的厨艺很牛，就算混厨界也能混个黄金大厨的身份出来，看着满座的美味，香味呼之欲鼻。秦若体会到了劳动人民辛勤辛苦所得到的那份喜悦。刚准备开动，夏飞轩回来了，踩着一双7厘米长的细高跟，只不过眼圈红红的，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。秦若疑惑对着他道，小夏，吃过没有？没吃过跟我一起吃吧。说实话，夏飞轩的肚子真的饿了，早上不要说吃饭，就连水都没有喝过一滴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肚子早就空了。不过一想到第一天吃房东饭有点不好，就摇头拒绝。可是饭菜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，尤其是肚子在这说话不争气的发出了一声叫声。房东，你做的菜居然这么好吃，以前是干厨子的。夏飞轩吃了一块红油流汁的红烧肉，一脸惊讶道。秦若点头，找了一个蹩脚到的借口道，我以前在国外当厨师。我说呢，对了，国外的厨师工资高不高？夏飞轩倒是很八卦，他现在真的很缺钱。秦若冷冰冰的看了他一眼，道，吃饭。夏飞轩顿时乖顺的如同小绵羊，一口一口的吃着饭，内心还埋怨道，凶什么凶？对了，小夏，你刚才怎么了？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。秦若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原本还回味在美味上的夏飞轩突然眼眶红了，一想房东能做出这么多美味，再和自己上午的经历相比，顿时起了极大的反差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。怎么了？别哭，别哭。秦若见不得女人哭，顿时慌乱了。好不容易把美女哄好，事情大致是这样的。原本信心满满的夏飞轩去上午找工作，才知道现实有多么残酷。遇到一个好公司，人家不但要学历，还要工作经历，不正经的公司什么都不需要，可思想也是不正经的。开玩笑，作为一个正儿八经女人的夏飞轩来说，自然忍受不了那种侮辱。所以也就不难想象，直接把签约合同当着那猥琐经理的面撕成碎片。几个大汉围住了夏飞轩，可挡不住愤怒爆表的美女，脱掉高跟鞋当武器，见谁砸谁。好好的人才市场被他闹得鸡飞狗跳，简直生灵涂炭。离开了人才市场后，夏飞轩肚子已经开始饥肠辘辘。不过这妞性格挺硬，没有回别墅。
而是经过千辛万苦找了一份小饭馆的洗碗工的工作。老板是一个老汉，对他动手动脚，老板娘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恶婆娘，口口声声骂他是狐狸精。结果这份做了不到半天的工作便结束了。委屈了一天，夏飞轩的心情可想而知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吃着饭，这一幕惊人极了。可是秦若却是没有觉得丝毫的违和感，不要说哭着眼泪吃饭了，当初自己一批老兄弟陷入绝境的时候，太渴了，直接切割眼前的尸体，用嘴吸着动脉喝鲜血补充水分，差点就要吃人肉了。看着夏飞轩那哭得通红的脸颊，秦若也有点不忍，自己回来也有点无所事事，不如开一家饭店做个小本生意。跟夏飞轩说了自己的想法后，这美妞顿时止住了哭声，狠狠刨了几口饭道：房东，你要是开饭店，生意绝对爆火。秦若倒是没有谦虚，心安理得的点了点头，在国外他的厨艺是公认的好，自己这是经过国际友人肯定的厨艺低。既然你没有工作的话，不如在我饭店上班吧。秦若道，他也不忍心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四处碰壁。真的？夏飞轩瞪大双眼，惊喜来得太突然，他都以为是幻觉。秦若点头。哇，房东你太好了。夏飞轩这顿饭吃的相当满足，工作被房东解决了之后，后顾之忧就没有了。再看房东越来越顺眼，很可惜顺眼的过程没有持续多久。秦若的筷子掉在地上，夏飞轩小嘴嘟哝了一句嘴，可结果就是他躺在地上5分钟没有起来。夏大美女有点疑惑的低头，才发现秦若正探着脑袋看自己的角度有点不对劲儿，口水都滴到了地上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要杀了你！一声超过120分贝的尖叫响起，顿时屋子里充满了一通锅碗瓢盆乱砸的声音。暴怒的夏飞轩拿着切菜刀，差点要把秦若给砍了，爆发出了连拳王泰森都远远不及的战斗力。秦若落荒而逃，丝毫招架能力都没有，嘴里还不忘说：姑奶奶别被摔坏了锅碗啊，明天还要去超市买。我要杀了你这个死变态！吵归吵，骂归骂，第二天阳光明媚，夏飞轩还是乖乖的跟着秦若到处去四周寻找店铺。既然选择开饭店，地理位置就很重要。找了不少地方，要么是不同意转让，要么价格开得太高。最后找了一家急需转让的饭店，位置不错，是交通路口，后面就是大学，面积大概在200多平方米，转让费40多万。夏飞轩本以为房东会遗憾拒绝，没想到房东霸气的付了钱后，夏飞轩才觉得眼前这是一切是真的。目光再看向秦若，又突然觉得高大了起来，内心羡慕带着鄙夷的自语，这个臭男人还真有钱。饭店搞了1周多，彻彻底底装修了一通后，又是花了50万下去，来来回回花了接近100万。夏飞轩的小眼睛听到秦若随意说出这个数字，呼吸都要停止了。房东也太有钱了吧。不过一想到房东的那栋别墅，也就释然了，能住得起几千万别墅的，能是穷人吗？而与此同时，滨海市一栋坐落在市内小山上的白色建筑内，一个名贵办公桌上前端坐着一名唐装老者，四周站着不少年轻成员。有我要的那个年轻人的消息了吗？老者问道。回大人，您说的那个年轻人叫做秦若，刚从海外回国，现在近期开了一家名为燕莱特的饭馆。听着下属的报道，刘安震惊的目瞪口呆，最后连续问了3遍：你们没搞错吧？秦若居然去开饭馆了？千真万确。下面一个拿着文件的男子有些好奇的说道，其他人也均露出一副疑惑的神色。秦若这人的名字最近经常出现在大人的嘴里，每每有关于他的一些事情都会挑动他的神经，这让下面的这些年轻成员觉得非常反常。靠，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？莫非他是要转行不成？不可能不可能，一定是错觉。对了，还发现了什么没有？刘安揉了揉脑袋，年纪大了，真心受不了这样的刺激。还有一件事，秦若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一个女孩子，两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。
那个女孩的身份调查清楚了没？回刘大人，女孩名叫夏飞轩，信息有，但是我没有权限阅读。哈哈，没有权限阅读，有意思，把你的笔记本给我。柳安笑着说，接过年轻成员递过来的笔记本，输入了自己复杂的登录密码后，当看到夏飞轩的信息时，直接一屁股吓得坐在了地上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一群年轻成员连忙扶起了刘安。刘安嘴唇发白，心中那个哆嗦，连辞职的想法都有了，不过脸上却带着勉强的笑容的起身道，没事没事。恢复了神色，刘安郑重道，那个秦洛不是要开饭店吗？去给我去备一份厚礼。是大人。第二天一早，装修完毕的饭店便挂上了新的牌匾，燕来客饭店，名字带着一点超雅脱俗。秦洛在这个城市没有朋友，更没有亲朋好友，至于夏飞轩也不是本地人，于是偌大的饭店开张了，居然没有送礼的，两人倒是觉得无所谓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骑着电瓶车的快递小伙子来到了饭店门前，大喊道，老板，快递。秦洛穿着厨师服走了过去，签字完毕后打开这份盒子，里面有2只纯金的招财猫。夏飞轩走了过来，看到这个招财猫，惊讶道，哇，好漂亮的招财猫。把招财猫放在前台，秦洛说。夏飞轩拿起招财猫，顿时感觉到了沉重，2个加起来足足30斤重。本以为是铜制作的，可铜的硬度没有这么大。最后嘴巴张大，想到了一个连他都有点无法置信的想法。金猫。夏飞轩这个小财迷此刻真有一种占为己有的冲动，不过想想就算了，后面那个猥琐又凶巴巴的房东绝对会把自己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秦洛站在原地，在盒子里面还有一封贺信，上面写道，鄙人刘安，滨海九州汇分会长，恭祝秦爷开业大吉，生意蒸蒸日上，特送招财进宝的金猫一对。看到这封信，秦洛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，自语道，还是九州会的兄弟好啊，开生意都送礼来，这份恩情秦某人记下了。随手把信捏碎，扔进垃圾桶，扭头就走。就在这时，从门外走来几对情侣，秦洛立马变换了一个表情，激动道，欢迎欢迎，想吃点什么？给我们烧几个你们店的拿手菜。一个男人道。几位您请随意坐。秦洛快速地跑向后厨。开业第一天，生意好的惊人，好到秦洛都没有想到。纯盈利额5000多，给了夏飞轩1000块。贪财的夏大美女不停地对着秦洛说着那些让人浑身舒服的好话，说的秦洛飘飘然然的，好像脚上有一团柔软的云彩。老板，你是好人。老板，你是我见过最大方的老板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夏飞轩倒也是诚心诚意的，他还真没有见过老板做生意赚到钱，居然能分给自己这种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。当握着手中的10张100元的时候，夏飞轩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内心不由得对秦洛感激了起来，只是感激的想法没多久又被他抛到脑后了。哼，没有本小姐招待有方，哪里会有这么好的生意？忙活了一整个白天，秦洛却是丝毫疲惫的感觉都没有。烧菜熬熬鱼，自然一点疲惫的感觉都没有，相反还十分的轻松惬意。烧了最后几道菜，这是自己和夏飞轩的晚餐。夏飞轩还没等秦洛喊，就已经将修长的双腿盘在椅子上，拿着筷子在等了。见到这一幕，秦洛内心那个郁闷啊，到底是自己是老板，还是他是老板？一顿饭吃得饱饱的，充满了成就感。夜里12点，两人关了门，向着别墅走去。回到了别墅，秦洛脱掉了自己的衣服，冲洗了一下澡，就回去休息了。倒是夏飞轩跑去游泳池，秦洛站在3楼的阳台，享受着凉凉的夜风，顺便看着美女在水中嬉戏，怎么一个舒坦了的。房东，你要下来游泳吗？夏飞轩身上套着一个黄色的泳圈，对着3楼上的秦洛道。秦洛摇了摇头，点起了一根烟，吸云吐雾了起来。没情调。夏飞轩小嘴嘟哝了一句，自己玩个不亦乐乎去了。
秦若被靠着阳台，思绪已经飘飞向了远方。掐掉了烟头，秦若笑道：既然我已经选择退出佣兵行列，那么就不要再怀恋了。就在这时，游泳池外的灯啪的一声灭了，无声的黑夜快速到来。秦若站在原地未动，耳朵却是微微一颤，感受到了几十米外有一道微弱的不可闻的呼吸声。嘴角勾勒出一抹浅浅的微笑，但秦若的双眼却布满了各种惊人的杀机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居然也敢来找老子的麻烦。在泳池里的玩耍的夏飞轩吓了一个大跳，一声无比尖锐的叫声从美女的喉咙里发起来：房东怎么黑了？秦若平静地说道：停电了。快去修啊，我怕黑。夏飞轩的声音里充满了害怕的颤抖。一个人待在偌大的泳池里，四周黑漆漆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女孩子最怕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秦若点了点头，而在别墅的一处角落，一个蒙面黑衣男子手持匕首，呼吸和心跳宝一致，一双猎鹰般的眼睛紧紧盯在前方泳池里的夏飞轩身上，嘴角扬起一抹即将任务完成的残忍笑容。他的身躯隐藏的极为巧妙，好像融入到了黑夜之中。这是一名拥有十足经验的杀手，他对于四周的敏感能力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，对于自身的气息也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极限。就连秦若这种神秘的强者，在他5米之内的范围都被他发现了。是谁？蒙面男子突然开口，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惊讶和无法置信。这个世界居然有人不知不觉接近他5米，对方必定是一名高手。我还要问你是谁？偷偷摸摸来我家，你想干什么？秦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抽了一口烟。这蒙面男子冷哼一声，身躯犹如鬼魅一般，居然凭空消失在了原地。秦若目光微睁，内心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刚回华夏没有多久，就遇到这种实力不错的杀手。不过并不是自己的对手，自己得罪的那可是世界级的几位杀手，应该不是来找我麻烦的，难道是找小夏？就在秦若低头思考的那瞬间，身后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断断续续忽远忽近的响起，伴随着蒙面杀手低沉到极致的声音说：小子，本来不准备杀你，可是你自己偏要找死，那就成全你，去死吧。他话落，手中的匕首距离秦若的后背已经不足10公分，这种距离基本上没有人能挡得过去。可惜的是，秦若并没有闪躲，而是淡淡伸出一只手，稳稳地捉住了杀手的手腕。杀手身形瞬间滞住，一双眼睛写满了无法置信的惊惧，连呼吸都似乎要停止了。神秘杀手惊呆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。这个看起来不着调的年轻人居然一只手抓住了自己，他居然比自己这个专业杀手出手速度还快，并且控制住了自己，这是什么层次的高手？秦若五指微微用力，骨骼断裂的声音刺耳的响起，杀手强忍着痛苦，没有叫出一点声音，但是浑身已经不住地开始颤抖起来。秦若微微一笑，转身一脚直接把他踹在了别墅墙角上，下一刻杀手手中的匕首已经出现在了秦若的手里。秦若慢悠悠地把这把匕首放在杀手的喉结部位，慵懒开口道：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杀手冷笑了一声，强忍住手腕的之前的痛苦道：你是个高手，今天我认栽了，命就在这儿，随你取。但是你觉得干我这行的可能会说出来雇主的名字？秦若一听笑了，道：话别说的这么肯定，我有100种方法可以让你生不如死的活着。那你试试。杀手道。秦若很淡定地蹲下身子，一片片地割掉了杀手胳膊上的肉。这个杀手倒也是一名汉子，居然一声不吭。秦若笑了笑，把烟头插进鲜红的血肉里，滚烫的烟头直接烧得杀手皮开肉绽。杀手凄厉地惨叫了一声，在寂静的黑夜之中无限制地放大。而在远处的游泳池，夏飞轩恐惧道：房东，什么声音？你还在吗？小夏，我在呢，没有声音啊，你听错了。哦，那修好了没有？夏飞轩问道。等一下，夜有点黑，看不清。秦若说完，便低头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痛昏了过去的杀手，摘掉他那张黑色面巾，
一张30几岁的面孔浮现。在他身上左翻翻右翻翻，秦若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，因为这个杀手身上居然只随身带了一把匕首。拿起手中这把匕首，秦若无意看到了3、4个字：尹克。下面是一个黄金，脑海中迅速浮现了一段关于尹克的印记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尹克应该是华夏最大的杀手组织，成员等级森严，接各种不同的任务。虽然秦若一直身在国外，但是对于国内的一些势力还是较有耳闻的。看着躺在地上犹如死狗一般的杀手，秦若冷哼了一声，这名杀手应该是黄金级的杀手。摇了摇头，他并不怕麻烦，哪怕对手是名震中外的尹克这种超级杀手组织。只是在国外人杀的多了，到了国内反而有点不想杀人。可是看着远处的夏飞轩，原本一丝不想动手的念头却被磨灭了。夏飞轩是他在华夏回来第一个认识的人，并且秦若承认对他有那么点心动。这名杀手要对他下杀手，已经犯了他的逆鳞，触逆鳞必死。没有丝毫犹豫，秦若轻易地割掉了杀手的喉咙，从口袋掏出一瓶黑色的液体，洒在了杀手的身上。这是溶尸液，顾名思义，可以溶掉尸体，不留任何痕迹。平静地看着这具身体一点一滴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，秦若自始至终表情平淡，陪伴他的只有一根烟。只是一根烟的功夫，秦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站起身来。房东，好了没有啊？远处的夏飞轩着急的声音传来。没有，刚才问了一下 ，C 区大面积停电了。那怎么办？你自己上来呗。秦若道。我找不到上来的地方。夏飞轩急的眼泪都要下来了，黑漆漆的，根本看不到任何事物。